爱卿快看，这孩子眉眼像朕，果然是朕的血脉。6个孩子，就我一个是你亲生的，能不像你吗？完了，这狗皇帝能听见我心声。陛下，怎么了？别看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婴儿。完了，确认过眼神，他是真的能听见，这下死定了，刚出生就要被当成妖怪烧掉。陛下，您别吓臣妾，是孩子有什么不对吗？陛下，你要去哪儿？孩子还小，不能吹风。哟，心虚啦，这才刚开始呢。陛下，去哪儿？东宫。东宫，太子萧景运，那个母后的第一个儿子，今年的储君。完了完了，这就要开启大清洗模式了。老大可不是你的种啊，他是母后会郑国大将军的儿子。疼，皇帝爹，你冷静点，这事不能怪我。陛下，你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皇后，你刚生产，身子弱，回宫好好歇着。可是孩子……朕的女儿，朕带她去见见她大哥，有问题吗？陛下，景运他正在读书，您现在过去会打扰他的。皇后开始找借口了，平时巴不得你们父子情深，今天怕了。不放。参见陛下！陛下万福！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殿下这会儿正在屋里练字呢。让他出来。儿臣给父皇请安。可惜了这张脸，一半像母后，一半像郑国大将军，就是没有一点像你。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安。平身。父皇，这便是刚出生的妹妹吗？长得真可爱，眉眼和父皇真像。又来一个说像的，你们这群人是没长眼睛吗？还是就喜欢睁眼说瞎话？是吗？朕也觉得像。景运，你今年多大了？回父皇，儿臣今年10有6。16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朕还记得你刚出生时也是这么小一点。儿臣能有今日，全靠父皇栽培。好。你母后待你好吗？母后对儿臣视如己出，关爱有加。废话，亲妈能对你不好吗？那郑国大将军呢？你觉得他为人如何？郑国大将军，儿臣与他不熟。是吗？朕倒是听说你小时候很喜欢往将军府跑。那是儿臣年幼不懂事，只是觉得将军府的弓马有趣。对，你可太懂事了。你8岁生辰，母后求了父皇半天，给你讨的西域宝马，你转头就送给了大将军的儿子，还说将军是你最亲爱的人。父皇当时脸都绿了，最后还是忍了。西域宝马，朕送你的生辰礼物。儿臣很喜欢。喜欢到转手就送给了别人。你8岁就知道讨好别人，用朕给你的东西去讨好朕的臣子。父皇恕罪，儿臣当时年幼无知，年幼无知。现在你16岁了，是不是该用朕给你的太子之位，去为你真正的父亲谋划点什么了？父皇，你在说什么？儿臣听不懂。不能忍，绝对不能忍，忍了就是死。听不懂？你看看这个孩子，他像朕。你再看看你，你说说，你哪里像朕？父皇，儿臣别挣扎了，你左耳后面有颗小痣，跟那大将军一模一样。我刚出生都看见了，父皇以前是瞎了眼才没发现。是
16年，朕帮别人养了16年的儿子，还把他立为太子。传朕旨意，太子萧景运德行有亏，秽乱宫仪，废为庶人，赐朕酒。奴才遵旨。父皇，你不能！王德，东宫上下所有知情人一并处理了。是。景运，景运，我的儿啊！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皇后娘娘，请您冷静。皇帝呢？萧远在哪儿？让他出来见我！陛下已经去了二皇子府。老二，景明，北驾去二皇子府。父皇，您怎么亲自来了？这是小妹吗？快让儿臣看看。父皇，景明，听说你最近得了一幅前朝大家的画，拿来给朕看看。是，那是儿臣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正想呈给父皇品鉴。父皇请看，这山水之气势，这笔迹之老辣。假的。父皇，这怎么会？这是进坊，手艺粗糙。你舅舅花了5000两，就给你买了这么个玩意儿。父皇恕罪，儿臣不知这是假的。父皇怎么知道5000两？这件事只有我和舅舅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假的？那你知不知道，你舅舅贪没了西北军的30万两军饷，边关将士吃不饱穿不暖，拿命在守国门。你们母子却在京城里用他们这些风雅的东西。这个更蠢，他爹只晃出一个文官，你看看他这瘦弱的小身板，哪里有你这个马上皇帝的半分英气？朕再问你，你是谁的儿子？父皇，儿臣是您的儿子啊，儿臣是您的亲生儿子啊！亲生的？你身上流着那个贪官的血，你也配做朕的儿子？来人，奴才在。吏部尚书满门给朕抄了，全部打入天牢，秋后问斩。二皇子萧景明与罪臣内外勾结，意图谋反，赐白绫。陛下，手下留情！景明是无辜的，他还是个孩子，是臣妾的错，是臣妾娘家的错。你要罚就罚臣妾，放过孩子吧。放过他？皇后，你生的这些好儿子，真是一个比一个让朕惊喜啊！陛下，在你求情之前，不如先想想，下一个朕该去哪里？景明，下一个是三公主，他爹是翰林院大学士，不过这个公主还算聪明，估计不好对付。可惜啊，这栋梁是别人家的，他爹一个满口知乎者也的老酸奴。当年父皇还是太子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词，谁能想到这朋友妻还真不客气啊！儿臣参见父皇。你在做什么？儿臣心绪不宁，想写几个字静静心。哟，你早就从东宫和二皇子的动静里猜到不对劲了，你这是在赌父皇还念着父女之情。是吗？朕也觉得心绪不宁。不如你替朕写一幅字吧。不知父皇想让儿臣写什么？国泰民安。国泰民安，这是先帝祖训，也是萧衍毕生的追求。此时此刻，这4个字便是催命符。儿臣遵旨。来了，藏不住了。李文博的字以风骨闻名，尤其是捺这一笔，会有一个极其微小的上挑，被称作文博钩。你从小跟着他学字，这习惯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写得好，不愧是李大学士教出来的女儿，连这文博沟都学得惟妙惟肖。父皇怎么会知道文博沟？那是生父笔法的私密细程。我恨你！你为什么要出生？你这个妖怪，杀了你！来人，把他拖出去，赐剑。萧逸，你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你以为杀了我们就能安稳了吗？我娘不会放过你的！我外公、舅舅还有镇国大将军，你的江山迟早是别人的！走。不气不气，为了这种女人生气不值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再生一堆亲生的就是了。别想了，老爹，想得越多越痛苦。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还剩2个呢，不赶紧处理了，留着过年吗？王德，摆驾去武英殿。这。陛下，收手吧，臣妾错了，臣妾罪该万死。你杀了臣妾吧，放过剩下的孩子，他们是无辜的。无辜？那朕呢？朕就不无辜吗？是臣妾的错，都是臣妾的错，求您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夫妻情分？从你把第一个野种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没什么情分了。对头，别跟她废话，这女人坏得很，现在是在演苦情戏，想拖延时间呢。她肯定已经派人出宫去通知她娘家和镇国大将军他们了，再不快点，等他们带兵冲进来就麻烦了。看看这身板，他爹是禁军统领张烈，猛男一个。父皇这种儒雅帝王，基因都不对啊。父皇，您怎么来了？父皇，您快看我新练的拳法，厉害吗？父皇，这套拳是谁教你的？是张统领啊。张统领说这是他们张家的家传拳法，叫封山拳。张家的拳法？完了，这傻孩子自己把刀递过去了。皇家的太祖长拳你不练，去练外臣的家传拳法，这不是找死是什么？父皇，儿臣……你很喜欢张烈？张头领对儿臣很好，他经常带我出宫去骑马，还教我打拳，比父皇陪我的时间还多。好，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朕就送你去见他。见张统领？他不是在宫外当值吗？禁军统领张烈玩忽职守，图谋不轨，就地格杀。萧景武血脉不纯，非朕亲子，废为庶人。父皇，为什么？儿臣做错了什么？你没错，错的是你娘，还有你那个好叔叔。哎，可怜的娃，到死都是个糊涂鬼。算了，我做好事，让你死个明白。你娘就是皇后，你那个好叔叔禁军统领张烈是你亲爹。父皇养了你12年，结果是帮自己的下属养儿子，你说他气不气？张烈是你生父。原来是这样。我是他的儿子，难怪我怎么学都学不会你们皇家的剑法，却天生就适合练他的封山拳。父皇，我居然又叫了一声父皇，我不恨你，要杀就杀吧，只是能不能求你一件事？你没资格。萧爷，你记住，我娘不止我一个儿子，你杀不完的。你这个皇位迟早要被我们张家的人坐上去。
陛下，宫门那边已经处理干净了。还剩几个？还剩最后一个了，五公主萧云秀，今年10岁。她爹更离谱，不是王公大臣，也不是威武将军，是一个西域来的宫廷画师。当年母后求了好久才召进宫，结果画着画着就画出感情来了。父皇，你这头顶都快成一片青青草原了。去锦绣宫。是。混血儿的特征就是明显啊！当年那个西域画师就长着这么一双眼睛。父皇，你当初是眼瞎了还是心大了？居然一点都没怀疑过。云秀，父皇，在画画，画得不错。儿臣画着玩的。这种画法，朕从未见过，是谁教你的？傻孩子，别扛了，你那个画师爹亚兰，3年前因为想带你私奔回西域，都被你母后灭口了，尸体就埋在宫外的乱葬岗。朕再问你一遍，是谁教你这么画画的？是亚兰老师教我的。他不是你的老师，他是你的父亲。你和你那个爹一样，都有一双不属于这里的眼睛。你和那个娘一样，都擅长欺骗。父皇，我想去见他。好，朕成全你，让他体面点。奴才明白。陛下，都结束了。这双手今天签发了5道处死令，5个曾经视若亲生骨肉的孩子，如今都变成了枯骨。我知道，这不叫结束，这叫开始。真正的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下一个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啊，我们的好母后。唉，别看了，看得越多，心里越堵。说到底，你也是个可怜人，付出了真心，却换来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他虽然是个狗皇帝，但作为父亲，确实尽力了。这木剑是他给太子削的，那些画师、古琴，一夜之间全成了泡影。老爹，别哭了，都过去了，你还有我呢，我会陪着你的。是啊，朕还有你，朕只有你了。萧炎，我杀了你！小心，山子有毒！怎么，演完了苦情戏就开始下杀手了？萧炎，你这个屠夫，你这个刽子手，他们是你的孩子，怎么下的手？皇后，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不是朕的孩子，他们是你和那些奸夫的野种。你胡说，他们都是你的孩子，是你的。既然是朕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杀朕？杀了朕，好让你的大儿子，那个镇国将军的种，名正言顺的登上皇位吗？是，你说的都对，景云不是你的儿子，景明不是，赵月不是，景武不是，云秀也不是，
了兵权。说完了。朕不爱你，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成婚前你送朕的。你说喜欢桃花，朕为你种满桃树；你说喜欢西域画，朕找画师；你说喜欢听琴，朕寻焦尾琴。而你呢，回报给朕五顶绿帽子和一个想要杀朕的毒簪。皇后，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不是的。传朕旨意，皇后柳氏德行败坏，秽乱供养，意图弑君，废去后位，打入冷宫。柳氏一族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钦此。是你这个小妖怪，是你害了我全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萧炎，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众爱卿，昨日宫中生变，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朕今日便给大家一个交代。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柳氏品行不端，与镇国大将军、吏部尚书、翰林院大学士、禁军统领、宫廷画师等人合谋，诞下伪龙之嗣，祸乱朝纲，其心可诛。太子萧景运等5人皆为逆贼之后，已于昨日尽皆伏法。皇后柳氏废为庶人，永囚冷宫。镇国大将军、吏部尚书等奸夫，其罪当诛，夷其3族。柳氏一族意图谋逆，满门抄斩，株连9族。哟，大清洗开始了，看看吏部尚书那个派系的人，脸都白了。还有镇国大将军的手下，腿都在抖。啧啧，这下要杀得人头滚滚了。众爱卿，对此可有异议？陛下圣明，此等叛国逆贼理应严惩。臣附议。臣等附议。好，王德，传朕旨意，命刑部、大理寺、督察院3司会诊，即刻查办此案，涉案人员严惩不贷。禁军查抄所有逆贼府邸，家产充公。是。众爱卿，朕的子女皆为孽种所害，上天垂怜，为朕留下了这点血脉。朕怀中之女，名曰萧宁安，是朕唯一的孩子。从今日起，册封为护国监国长公主，赐金印，向亲王俸禄，其仪仗等同太子。这自古女子不得干政。哼，老顽固。兵部尚书，当年镇国大将军是你提拔的，你怕被清算吧？御史大夫，你儿子娶了柳家旁系的女儿，你是怕被株连吧？礼部尚书，你个老古董，就知道抱着祖宗规矩不放。朕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朕意已决，谁赞成，谁反对。长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岁！长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岁！这么一个杀伐果断的爹，看来我这条小命是保住了。动我就是动国本，父皇会撕碎任何人的。老臣参见陛下。爱卿平身，何事？陛下，
京中抓捕甚急，已是人人自危。老臣恳请陛下稍缓雷霆之威，对于胁从之人，可否法外开恩，以安抚朝局？唉，这老头真是个书呆子，心地不坏，就是缺了点政治智慧。现在跟敌人讲仁慈，柳家和镇国大将军势力盘根错节，今天放一个，明天他们就能串联造反。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啊，丞相大人。丞相，你觉得朕杀的太多了？老臣不敢。朕知道你是怕朝局不稳，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用重刑。朕要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陛下圣明，是老臣糊涂了。起来吧，王德，把名单给他。这是三司会诊的名单，你看看有没有补充的。这名单不行啊，漏了太多人了，看来三司里也有鬼。兵部右侍郎王莽，那是镇国大将军义子，名单上居然没有。户部注释前锋，柳皇后的表外甥，专门转移财产的也漏了。还有大理寺卿赵克明收了柳家30万两，贼喊捉贼。最要命的是京兆尹孙车手握3000府兵，早就被买通了，一旦作乱，后果不堪设想。陛下，这份名单老臣看已经很详尽了。是吗？既然丞相也觉得没问题，那就先退下吧。宁安，若不是你，朕恐怕要被这些奸臣蒙蔽到死。小意思啦，谁让你是我爹呢？王德，奴才在，把这份名单交给龙影卫指挥使。是，让他亲自去办。告诉他，朕要活口，朕要顺着这些人，把背后所有同党都挖出来，一个都不能留。奴才遵旨。走，宁安，爹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家。宁安，喜欢吗？这就是长公主府，爹把国库里最好的东西都搬来了。太浪费了，老爹，我个婴儿懂什么？有这钱，还不如多犒赏一下边关的将士。北边的蛮族最近可不太安分，小心他们趁着咱们内乱突然打过来。王德，传朕旨意，从内都拨白银100万两，黄金10万两，即刻送往北境，犒赏3军。陛下，这国库如今，朕用自己的钱，就以内都的名义。奴才遵旨。银针，老爹，你快成神经病了！再这样下去，不等敌人打过来，你自己先垮了。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朕不困，朕怕一闭眼你就不见了。唉，这场背叛把他搞成金瓯之鸟了。为了让你安心，看来我得配合点。宁安，你看这本是关于镇国大将军府的查差报告。这老匹夫富可敌国，光金库就搜出了500万两白银，还有一座能装备3000人的私兵库。就这么点？不可能啊！那老狐狸贪了几十年，怎么可能只有500万？还有那5000私兵的装备哪儿去了？让我想想。对了，小说里提过，他府里后花园那座假山那是空的，下面有地道直通城外庄园，真正的金山银山都在那下面。龙影卫指挥使何在？臣在。带人去镇国大将军府，把他家后花园的假山给震炸了，下面有地道。陛下，臣遵旨。宁安，你真是上天赐给朕的宝贝。唉，朕去偏殿睡一会儿。陛下，这几位都是宫里最稳妥的奶娘和嬷嬷，请您过目，为长公主挑选贴身侍侍之人。这是刘奶娘，经验丰富。不行，这个手脚不干净，上个月偷了上衣姑的布料出去卖，我的玩具会被他偷光。下一个，这是赵嬷嬷，做事干练。这个更不行，他是废后柳氏的人，万一哪天想不开在我奶里下毒，我哭都没地方哭去。拖出去查查他的底细。
咦，这个张嬷嬷还不错，祖上3代清白，儿子在禁军当值，忠心耿耿，人虽然笨点儿，但踏实心善，就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张翠兰。好，以后由你照顾长公主。抬起头来，记住，你的命，你儿子的命都记在长公主身上。她若有半点差池，你们全家都不用活了。奴婢遵旨，万死不辞。宁安喜欢这里吗？以后爹天天带你来。这御花园修的是不错，就是风水差了点儿。左边带刺的花不吉利，右边那座假山，那个假山太高，犯了白虎探头的忌讳，主血光之灾。等等，那块石头在动，不好，有危险，石头要掉下来了。护驾！护驾！封锁御花园，给侦查，掘地3尺也要把凶手找出来。这人能量不小，能收买工匠，还能避开禁军，这是精心策划的刺杀。回陛下，抓获了几名负责修缮假山的工匠，他们招供是被人用家人性命威胁。幕后主使是谁？他们不知道，对方通过宫里一名太监单线联系，而那个太监刚刚被发现投井了，线索断了。查这些小喽啰有什么用？能在宫里布下这么大的局，肯定是宫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让我想想，柳皇后倒了，镇国大将军也死了，他们的党羽也被清洗的差不多了，谁还有这个动机和能力呢？除掉我们妇女，谁的利益最大？当然是其他皇子。可不对啊，其他皇子不是都被父皇你咔嚓了吗？等等，我好像忘了什么。对，六皇子，父皇你还有个儿子啊！六皇子萧景安，今年8岁，生母是娴妃。因为从小体弱多病，一直没什么存在感，所以被你忽略了。娴妃，一定是他。他爹是工部侍郎，负责的就是皇家园林的修缮。他又是柳皇后的远房表妹，跟柳家去关系匪浅。柳皇后一倒，他怕被清算，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杀了我们。他的儿子萧景安就是你唯一的儿子了，到时皇位不就是他们母子的了吗？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王德，摆驾长春宫，朕要去看看娴妃。臣妾参见陛下。父皇。平身，景安的身体还是不见好。回陛下，还是老样子。太医说要静养。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衣，这演技比柳如烟那个蠢货高明多了。还有这个小的也是个影帝，你看他呼吸平稳，眼神清明，哪有半点生病的样子？这苍白的脸色是用米粉铺的吧？是吗？心虚了不是？怕父皇号脉，发现你儿子根本没病。朕听闻昨日出了事，你没受惊吧？臣妾听说了，真是骇人听闻。三公主他们，臣妾一晚都没睡好。是啊，朕也很痛心，所以此事朕一定要彻查到底。方才龙影卫来报，说查到了一些线索。那真是太好了，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公主皇子们的在天之灵。你看，你看，他袖子里的手已经攥成拳头了，他在紧张。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到底查到了什么。说来也巧，龙影卫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残留的药粉，经过太医院检验，那是一种叫软筋散的西域奇药，无色无味，但能慢慢腐蚀掉草木纤维。凶手就是用这种药弄断了固定山石的绳索。
竟有如此歹毒之物。是啊，更巧的是，太医院的记录显示，整个皇宫最近只有一个人申领过这种药。贤妃，你前几日是不是说景安腿脚抽筋，需要软筋散来活血化瘀？陛下，您在怀疑臣妾？臣妾冤枉啊！那药确实是臣妾认领的，但真的是给景安用的呀！臣妾怎么会去害公主和皇子们呢？臣妾与世无争，只求景安能平安长大。臣妾怎么会做这种事？父皇明鉴，母妃是冤枉的。息肉来了，到现在还不承认，心理素质可以啊。可惜，你以为证据只有这个吗？太天真了。你爹工部侍郎这个月正好负责园林的修缮工作，那些被收买的工匠可都是你爹手底下的人。虽然他们嘴硬，但他们的家人可都被龙影卫请去喝茶了。你猜他们能扛多久？朕也觉得你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朕把你父亲工部侍郎陈大人也请进了宫。朕想他应该会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一下为什么他手下的工匠会恰好出现在那座假山，又为什么这些工匠的家人会在昨天集体收到了你娘家送去的一大笔封口费。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狡辩？我为什么要狡辩？没错，人是我杀的，那块石头也是我让人弄松的。我就是要杀了你，杀了你这个孽种！凭什么？凭什么柳如烟那个蠢货生了5个野种，还能当那么多年的皇后？而我为你生下了真正的皇子，却只能屈居人下，看他的脸色。凭什么你一夜之间杀了他所有的孩子，却偏偏留下了这个刚出生的丫头铲子，还封她做监国公主？那我儿子呢？我的景安呢？他才是你唯一的儿子，他才是未来的皇帝。你偏心，你不公！父皇，你错了。母妃不是想杀了你，她只是想杀了那个小野种。只要他死了，你就会看到我的好。我才是你最优秀的儿子。我的妈呀，这小子是个天生的反社会人格吧？也太可怕了。老爹，这种人可千万不能留。好，真是朕的好儿子。传朕旨意，贤妃陈氏心肠歹毒，谋害皇嗣，罪无可救。其子萧景安天性凉薄，协同作恶，令人发指。朕就成全你们母子。你不是说他才是未来的皇帝吗？好啊，从今日起，这长春宫更名为永安宫，你就是这永安宫的太后，他就是这里的皇帝。每日朕会派人送来1个人的口粮，至于这口粮是太后吃还是小皇帝吃，就看你们母子情深到什么地步了。萧炎，不，你这个魔鬼，你不得好死！父皇，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工部侍郎陈远，教女无方，纵容外妾，酿成大祸，革职抄家，贬为庶民，永不录用。老爹，你转性了，对这种人居然这么仁慈，只是贬为庶民。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朕要让他活着，朕要让他亲眼看着他最疼爱的女儿和他最看好的外孙是怎么在那座宫殿里自相残杀，慢慢腐烂的。朕要让他一辈子都活在悔恨和痛苦之中，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狠还是你狠？杀人诛心，这招玩的溜啊！
处理完贤妃一党，父皇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再信任任何人，除了怀中的我。从此，我这个护国监国长公主宁安成了陛下唯一的逆鳞。北蛮的使者，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啊，笑里藏刀的。他们今年送的贺礼比往年少了2/3，看来是没安好心。我猜他们觉得咱们刚经历内乱，国力空虚，趁机捞点好处。南越的藩王倒是挺老实，不过他那个商人带来的那些珠宝倒是不错，可以给国库创收。尊敬的大眼皇帝陛下，我奉我们大单于之命，向您和尊贵的小公主表示最诚挚的祝福。我们大单于还说，为了表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他愿意将他最美丽的小女儿嫁给您，与您永结秦晋之好。来了，狐狸尾巴露出来，这是想搞美姬安插间谍啊！老爹，千万不能答应！你要是敢给我找个后妈，我就哭给你看。多谢大单于的美意，只是朕刚经历了家门不幸，心中悲痛，暂时没有再立新后的打算。不如这样吧，朕听说南越王世子至今尚未婚配，而北蛮的公主素以美貌和贤惠闻名，不如朕做个主，将公主许配给南越世子，成就一段良缘，岂不美哉？高，实在是高！一招祸水东引，让南越和北蛮互相猜忌，狗咬狗，顺便还敲打了南越王，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老爹，你这帝王心术越来越炉火纯青啦！怎么，两位是觉得朕这个媒人做得不好吗？臣等谢陛下隆恩。一场外交风波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化解了。父皇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就算大炎刚经历内乱，他依然是那个掌控天下的铁血帝王。未来的敌人还有很多，但我们无所畏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个字念泽，妾不是斋。知道啦。父皇耳朵真灵。15年，弹指一挥间，那个襁褓中的宁安，如今已是名震天下的护国监国长公主。父皇给了我最好的一切，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武艺，还有独一无二的父爱。他从未再娶，后宫形同虚设。如今的朝堂早已大换火，那些世家大族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父皇一手提拔的寒门子弟。他们对父皇忠心耿耿，对我这个挂件公主更是敬畏有加。他们都知道，我虽年少，却是帝国的影子决策者。15年来，父皇处理军国大事，从不避讳我。我们的交流，无人能懂。他看奏折，我看他的脸。他听我心声，我给他建议。我们父女用一种最诡异也最默契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15年国泰民安，直到今天，狼养肥了，终究是要咬人的。阿史那雄30万铁骑，这15年我们在休养生息，他们也在卧薪尝胆。宁安，你怎么看？此战不可避免，而且此战必须打赢。不但要赢，还要赢得漂亮。要一战就打断北蛮的脊梁骨，换来我大眼未来50年的和平。具体该怎么打？30万铁骑，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后勤。一旦粮道被断，不出半月，30万大军就会不攻自破。殿下所言极是，但老臣以为只要坚守不出，耗死他们即可，这也是最稳妥的战法。不，这一次不一样。阿史那雄不是蠢货，他既然敢集结30万大军，就一定想好了后路。我猜他会兵分2路，另一路会绕到西边的沙漠，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入我朝境内。殿下，那片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人马根本无法通行。正常情况下是无法通行，但如果他们找到了新的水源呢？有一批西域商人向北蛮贩卖了大量的打井工具，当时我们以为是为了民生，现在想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那片死亡之海里挖出一条生命通道。宁安，依你之见，我们该如何应对？将计就计。殿下的意思是？第一，雁门关依旧重兵把守，增派民夫，日夜修筑工事，声势造得越大越好，要让阿史那雄坚信我们已经中了他的圈套。第二，调集我国最精锐的20万玄甲军，秘密开赴西部边境，
在那片沙漠的出口处张开一张大网，等着他们自投罗网。那支骑兵只要全见了这支部队，阿史那雄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崩溃。但这还不够，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断其粮道。北蛮30万大军，他们的粮草必然通过一条固定路线从后方运送。我们要派出一支最顶尖的轻骑，像一把尖刀，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烧光粮草。到那时，军心动摇，士气全无。30万大军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宁安长大了，就按公主说的办。此战，朕要御驾亲征，朝中大小事务皆由公主决断，如朕亲临。臣等遵旨。老爹，放心去吧，家里有我，你负责开疆拓土，我负责固守江山。我们父女联手，这天下将再无敌手。出发！避击司臣，乃是大凶之兆。殿下年幼，又是一介女流，如何能担此大任？此举违背祖宗礼法，更是亵渎圣人经典。正是，朝廷大事岂可视同儿戏？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拖出去，停杖80，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现在是谁说了算？殿下，不可！自古言官无罪，殿下怎可因言杀人？丞相，你要为他们求情吗？那好，你跟他们一起去吧。还有谁有异议吗？很好，既然没有异议，那就开始办正事。户部尚书，臣在。我要你在半个月内筹集到足够支持前线3个月的粮草，少一顿，提头来见。臣领旨。工部日夜赶工，打造出1万架新式武器，1月之内必须送到雁门关。兵部核查所有将士的抚恤金，战前务必发放到每一个士兵的家人手中。若有贪墨，夷3族。我不再是躲在父皇羽翼下的小公主，我是萧宁安，这个帝国真正的继承者。父皇离开后，阴沟里的老鼠都钻了出来，谣言、通敌、背叛，他们以为我软弱可欺，但他们忘了，龙影卫是父皇留给我最锋利的刀。不和谐的声音消失了。帝国这台战争机器，终于在我的手中开始全速运转。老爹，一切顺利。西波那支5万人的北蛮骑兵，再有3天就要走出沙漠了。玄甲军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就等他们钻进来。断粮的轻骑也出发了，只要粮草一烧，你就可以发动总攻。捷报！双捷报！第一封，玄甲军大将军李牧在昆仑山下全歼北蛮5万新兵，无一漏网。第二封，骠骑将军霍去病率3000轻骑奔袭千里，火烧北蛮粮仓，100万担粮草付之一炬。大爷万岁！陛下万岁！高兴得太早了，真正的决战
才刚刚开始。进攻，不许退！谁敢后退一步，杀无赦！打破雁门关，我们要活下去！大燕皇帝，拿命来！阿史那雄已死，降者不杀。这一战，父皇一路追杀，越过长城，深入草原腹地。从此，北方再无蛮族。只有大衍王朝的漠北都护府，父皇完成了真正的不世之功。儿臣恭迎父皇得胜归来。好，朕的宁安做得很好。父皇的拥抱里有骄傲，有欣慰，还有深深的依赖。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个在京城运筹帷幄的我。朕年事已高，恐难理朝政，退位为太上皇。皇位由护国监国长公主萧宁安继承，钦此。陛下，不可呀！自古以来，只有皇子继承大统，何曾有过女子为帝？此乃乱了纲常，请陛下收回成命。请陛下收回成命。够了！宁安之才胜朕10倍，他为帝，乃国之幸，民之幸。谁若不服，便是与朕为敌，与大衍为敌。靖边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们知道，我已经证明了自己有驾驭这个庞大帝国的能力。这条路很长，也很孤独，但我在乎，因为我的身后永远站着一个人。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改元永安，愿大衍国土永远安宁。父皇，怎么，当皇帝的感觉如何？很累，但也很充实。那就好。宁安，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母后，当年只顾着江山，忽略了她，才给了那些人可乘之机。但爹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有了你，你是爹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礼物。老爹，别说这些事情的话，搞得我都想哭了。好，不说了，以后这江山就交给你了。爹相信你会是一个比爹更出色的皇帝。父皇放心，这万里江山，女儿会为您好好守着。我会让大业成为一个真正的万世不朽的盛世王朝。父皇找到了他最终的归宿，而我，萧宁安的传奇才刚刚开始。史书将记载这个由我们父女共同开创的新时代——永安之治。